大家好。有的花生粉说就是喜欢那个背景音乐，那其实我开另外一个频道，就是专门只放古典音乐、背景音乐的。那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链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听。然后呢，今天的题目各位看到画面上有长得很奇怪的6个东西。今天的题目是：有一天你收到一个邀请，有一个科学家跟你说，他现在发明出了一顶帽子。这顶帽子呢，只要你戴在头上，你不用讲话，你只要动动脑就可以跟你想要联系的人讲话。现在凭你的直觉，你觉得哪一顶帽子是你戴在头上，然后不用讲话就可以跟对方沟通？凭你的直觉选一个。那一样就是1、2、3、4、5、6。接下来呢，你戴上那个帽子之后呢，你想说这应该是假的，所以你就想说，那你要跟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精灵沟通。结果没想到你就收到一个讯息，他跟你讲说我在这里，所以你就选一个颜色的戒指，之后呢，你只要摩擦那个戒指就可以叫我出来。现在凭你的直觉选一个，你觉得哪一个戒指可以摩擦了之后跟阿拉丁神灯沟通？这是1、2、3、4、5。选好了吗？然后呢，你摩擦完戒指之后呢，没想到它真的会出现，可是它出现之前都会有一个闪电，你直觉是哪一个颜色的闪电？1、2、3、4、5。选好了吗？那今天的题目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是在问说，因为有花生粉想要知道跟现任的缘分，所以这个问题是在问你跟现任的缘分如何。如果你选到是这一顶帽子的话，代表你跟现任的缘分基本上是处于，应该说你们的关系目前会是比较有点紧张跟焦虑，原因是因为你们都很想要控制对方，想要知道对方的行踪，想要知道昨天那个他没有接你电话，是因为他跟别人刚好真的有事情在忙，还是说他有在做什么坏事情，故意不接你电话，或者是你出去的时候明明就是跟朋友出门，可是他就要一直打电话，或者是一直用讯息传给你说你到底人在哪里，跟谁在一起，然后要你拍照，要你传现在在哪里的那个地标还是什么给他之类的。所以你们的缘分也没有说好跟不好，但是彼此的关系是处于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那如果你选到第2个这顶帽子的话，代表呢你们的缘分其实是比较薄一点，原因是因为你们都觉得要花费好多心力去维系彼此的感情或者是关系。可能你们的阶级，所谓的阶级是指说可能你们的背景跟身份差了很多，比如说一个可能是家里面的家境是普通，另外可能家境非常的好，就会有一种好像背景悬殊的这种感觉，或者是一个人的个性非常的活泼，另外一个人非常的忧郁，很容易多愁善感，也会是一种导致你们的个性或者是属性差很多的状态。所以你们常常在沟通啊，或者是有什么意见要交流的时候，会呈现一种我们要很认真去维系才有办法让我们继续走下去的那种感觉。如果你选到这一顶帽子的话呢，代表你们的关系很暧昧，跟需要一种刺激感，还有偷偷摸摸。你们的关系呢，未必是直接这样讲，也许你们不是一般人看得出来，或者是你们有在隐瞒，
可能对方是小三，或者是你是小三，也有可能你们是四角关系，可能对方已经有家庭，然后你也有男女朋友，这种比较复杂一点的关系，所以你们的缘分也蛮偷偷摸摸跟一种暧昧，然后没办法讲清楚，然后也许别人不知道你们有在一起，或者是有联系，甚至不知道你们认识，可是你们就必须要偷偷摸摸的去联系啊、约会啊，做各种一般情侣或者是家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你们都必须要有点用心机去维系你们的关系。那如果你选到这一顶帽子的话，代表你们的缘分其实应该算很久以前就已经有见到彼此，就是你们可能小时候就有认识，可能是青梅竹马，或者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对方，可能只是还没有很熟识，所以其实你们缘分蛮深的，而且有一方总是在无条件的包容跟照顾对方。那如果你是选到这一顶帽子的话呢，代表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面很受伤，你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到底是该继续好呢，还是不该继续好？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你会觉得好痛苦，可是又放不下，然后又受伤害，比如说又吵架，又觉得我心里面好受伤，可是他又不懂你，不知道你受伤的点在哪里，所以这样子反反复复，导致你也会怀疑自己说，你跟他真的还有爱情在里面吗？还有感觉在里面吗？是该放手比较好，还是说他其实就住在你的心里面，可是其实他已经跟你分手了，这种很纠结的那种感觉，所以只能说你们的缘分变得比较淡，但是会不会有什么发展，这个要看你自己。如果你选到最后这一顶帽子呢，这一顶帽子代表说你们的缘分最近又要开始再重新的点燃，也就是你们前阵子有点可能各自忙各自的啊，一个要忙工作，另外一个家里面有事情，所以需要各自忙碌，或者是有点距离，所以导致你们没办法常常维系你们的感情。那最近你们的缘分又重新的有点恢复生机，可以开始有了联系，然后热络一点，可能一起出去玩，然后一起刚好有活动一起参加，或者是有一件事情要一起大家来参与，所以导致你们最近呢又会开始比较热络的联系彼此。那现在呢，就是你刚刚选的戒指呢，其实是在问说，你潜意识对于这段关系的感觉。如果你是选到第一个这个颜色的戒指，橘色的，代表你潜意识觉得这段关系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可能是以前就已经有在吵架，有在冷战，有在不合，有在价值观念的磨合磨不好，然后跟彼此的家人也都没办法和平相处，导致你觉得这段关系快要拜拜了，或者是你没有表现出来，可是你心里面一种焦虑感，觉得好像快不行了，好像再过几个月或再过几天，如果有件事情爆发出来，就如果大家都知道这段关系就完蛋了，所以你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种不安全感在里面，就是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定感。如果你选到这个颜色的戒指，代表其实你觉得这段关系呢，你有点骑驴找马，或者是走马看花，就是其实你旁边也不乏有人在追求你，或者是你有好感的人，甚至可能见过一两次面，或者是只是刚好出门，然后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有认识，或者是有讲几句话，你都会觉得对方好像还不错，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就是会觉得好像旁边这个还可以，可是其他的好像没有遇过，或者是没有交流过，也不知道到底好还是不好，所以你心里面也没有定下来，你就是有一种好像对方不认识的谁也可以试试看，所以这样没有定下的感觉呢，你对这段关系是抱持着有也好，没有也可以这样的状态。如果你是选到这个颜色的戒指的话，代表其实你对这段关系的操纵感非常的强烈，你非常想要可以很明确的去发号你的指令，
你想要可以说我们这段关系的走势可能就是1年之后我们可能要开始见家长，然后2年之后呢我们就要考虑要不要长久的继续走下去，所以你对于这段关系的控制欲非常的强。那其实他也知道你是一个可能比较类似掌控欲强的人，只是要看对方跟你适不适合。如果对方觉得也很好啊，有一个人负责去规划整个未来走势，我就不用花太多脑筋在这上面，他也是很开心的，那你们的关系就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如果你是选到这个颜色的戒指的话，代表其实你对这段关系有一种不安定感，那不安定感是源自于你对于过去的可能前任或者是以前遭遇的伤害，或者是以前的感情，还有他以前的感情，你感到有一种会怀疑说这段感情会继续走下去吗？或者是说最后你们还是会可能分手，或者是离开彼此？所以目前你对这段关系的感觉是看不懂、不明白，然后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如果你是选到最后这个颜色的戒指的话，代表你对这段关系的感觉一直是觉得会有其他人介入，或者是已经有人介入，就是总是好像2个人以上、3个人、4个人，然后你会觉得这样也许某种程度上，如果是鸵鸟心态，你会觉得好像也是一种稳定，就是眼不见为净，就是我知道你可能已经有其他暧昧对象，但是我如果不戳破，我们的关系也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或者是其实你已经想要放手，但是也没有跟对方明讲，但是对方其实心里面也会有感觉啊，感觉得到说你变比较冷淡，感觉到你好像不是很常跟他聊天，或者是想要跟他见面，所以其实你们彼此都知道说这段关系好像有点没有那么安全了，但是目前都还不想要戳破，想要保持这种暂时彼此的表面上的和平。那接下来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刚刚是在问说，就是闪电，你觉得是哪个颜色？它闪电就会出现。如果你选到的是这个颜色的话，代表这个问题是在问说外面的人是怎么看你们的。其实外面，如果你选到第一个这个，外面人看你们觉得你们的发展非常的戏剧性，有张力，就是一下说你们要分手，一下就说可是又和好，然后还一起出去玩，然后一下朋友又说可是我好像昨天有听到他们说他们已经就是分手了，然后过几天又说没有好不好，就是他们就是还一起合照啊，还很开心的 po 文之类的，所以外面的人会觉得说你们真的非常的适合去拍戏，就是很有戏剧张力，一下合一下分，一下合一下分，一下好像又有其他的新的对象，一下又说他们可能要结婚了，所以对，就是其他人会觉得说你们其实还蛮适合去拍一个剧的。那如果你是选到第二个这个黄色的闪电，代表外面人看你们是觉得你们蛮幸福的，就是看起来又是很合的2个人，然后就是彼此也都相处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跟争吵，所以其实对就是外面的人来说会蛮看好你们的。如果你是选到左下方这个闪电的话，代表外面的人看你们觉得你们其实还在刚开始磨合，可是就算你们交往很久，对外面的人而言都会觉得其实你们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继续的去了解，比如说不知道对方的可能饮食习惯啊，然后平常的运动喜欢做什么运动啊，可能有些小细节你们还没有那么熟，可是基本上外面人觉得你们蛮稳定的，然后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说还有可能比较细节一点的部分需要在彼此去了解。如果你选到这个灰色的这个闪电的话，代表外面的人会觉得你们其实没有那么的适合，原因是因为你们常常有各自的立场跟意见，去坚持说我的意见才是对的，然后对方就会回你一句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诸如此类，不管是很小的事情到很大的事情，比如说不要买车子这种比较大一点的事情，或者是小事情只是要去哪里吃饭也要吵，所以对方会觉得外面的人会觉得说你们如果连小事情这种很简单的小事情也要吵的话，是不是代表你们沟通上或者是表达的方式需要去调整一下？
如果你选到最后这个黑色的闪电，代表其实外面人会觉得你们可能关系已经恶化到一种可能要结束的状况，就是也许看起来好像没事情，可是感觉你们是已经争吵到没有人可以去帮谁说话，就是已经吵到很夸张，然后常常在吵架，然后常常是你争我夺，比如说就连出门可能不知道去哪里，然后也要弄得旁边的亲戚朋友啊、邻居啊，全世界都知道说，哦，对方还没有回家，然后所以你就大吵大闹，然后摔门啊，诸如此类，就是很夸张的事情，就已经发生到大家都不看好，觉得你们还是赶快分开好了。所以目前呢，以上的这3个问题就是分别就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如果你觉得那个答案呢跟你理想中的是有落差的，也没有关系，你可以试着去用别的方式跟你心目中或者是实际在你旁边那个人聊一下，想说就是有什么问题是你们可以一起去修正或者是调整的，说不定就是你们聊完之后呢，关系会变得更好。那以上呢，就是谢谢大家今天一起来测的这些题目喽，拜拜。